黑海终于要被乌克兰给掌控了。就在9月12号，乌克兰情报部发文称，乌军已经夺回了黑海北部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4个天然气钻井平台，并且在夺取途中，乌军还成功利用单兵武器击退了俄军苏30 SM 战机的进攻。下面咱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动过程。根据 BBC 报道，这次行动呢发生在上个月，乌军派出小型快艇，成功控制了黑海北部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4个天然气钻井平台，其中最重要的是被俄罗斯占领长达8年的博伊科塔。这些钻井平台呢，不仅仅是来开采石油的地方，俄罗斯将其作为小型军火库，存放了大量弹药，并且装备了无线电设备，长期监控着黑海地区的动态。除此之外呢，这些平台还可以被作为俄军的前沿部署基地、直升机着陆点等用途。据了解，早在去年开战后，乌克兰就一直尝试攻击黑海上俄罗斯控制的钻井平台，但是由于此前受到俄空天军和海军舰队的严密封锁，而导致无法成功。而且由于这种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都至少是上万吨自重的，深入海底非常坚固，普通弹头的反舰导弹打上去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到了今年，乌军呢就转变了打击思路，不再出动反舰导弹，而是使用快艇搭载着特种部队去袭击。而这次行动的时间呢，发生在上午8点钟左右。从流传出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乌军乘坐的是这款名为 Wayland Sea Force 的美制军用快艇，它们是由威拉德公司生产，被美国海岸警卫队使用。全艇长11米，采用深 V 型船体设计，可以实现最大稳定性。它们的排水量为154吨，最高航速可达25节。该快艇有2台 MTU 8V 2000 M94 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航程为900海里。在武器方面，其装备有包括一挺遥控 MK38 25毫米机枪和2挺 M2 HB.50 口径机枪。除此之外呢，该艇还配备了先进的通信和导航系统，包括雷达、GPS， 以确保有效执行任务。几十名乌军就是乘坐着该款快艇抵达了海上钻井平台。惊险的是，在抵达海上钻井平台之前，俄军派出了一架苏30 SM 战机，想要对下方的乌军展开空袭。画面中，不少乌军士兵架起机枪，试图阻拦该机，但却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另一艘小艇及时赶到，为友军提供火力支援。乌军手中的肩射火箭炮迅速激发，几分钟后，一阵欢呼声响起。一名乌克兰士兵兴高采烈地宣布：“我击落了苏30战机。”他开始冒烟了。虽然视频中并未拍到俄战机受伤的视频，但在肩扛式防空导弹发射之后呢，快艇上的乌军却再也没有担忧地看着天空。因此可以断定，即便是没有击落俄军战机，但对方呢也因为乌军手中的火力而不得不撤退，最终让乌军无伤占领这些海上钻井平台。在占领了钻井平台后，乌克兰特种部队缴获了不少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包括可以用于武装直升机的弹药和一套可以监视黑海船只的 NEVAB 水面搜索雷达系统。俄军的这款雷达主要是被用于对广阔平坦土地进行全天候雷达监测，并探测和跟踪陆地目标。它具备运动目标辨别功能，可以在杂波背景下精确检测运动目标，最大追踪目标可以达200个。对巡洋舰和油轮等大型目标的探测距离为55公里，而像是乌克兰小艇和船只等小型目标的探测距离则为15公里。这也难怪为什么俄军战机在乌军快艇快抵达钻井平台时才姗姗来迟了。那么乌军占领的这些钻井平台会对俄军造成什么影响呢？大兵认为，乌军夺回博伊科塔等位于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海上油气钻井平台，确实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呢，不仅仅是指可以提高进出乌克兰港口的货船安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提升乌克兰军情总局袭击黑海舰队的成功几率。在失去了这些钻井平台后，俄罗斯军队对克里米亚附近黑海动态的监视能力降低，甚至很可能出现某些海域的空白。这一步骤对于乌克兰而言至关重要，对未来乌军夺取黑海控制权以及兵发克里米亚半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克兰军情总局也能够更方便地在克里米亚附近投放自杀式无人艇，
这些自杀式无人艇的目标一般都是俄军黑海舰队舰艇以及克里米亚大桥等战略设施。俄军的海上监控和预警能力被削弱，意味着乌克兰军情总局袭击行动的成功率增加。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钻井平台可以作为乌军的落脚点，为下一步攻打克里米亚提供桥梁。但这种想法呢，其实并不可行。把士兵放到平台上面驻守，只能成为俄军的靶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海军特种作战人员在拆掉俄罗斯的雷达后就迅速离开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次行动看成是乌军削弱俄在黑海监控能力的一部分。这些行动严重削弱了俄军雷达的覆盖范围，如今黑海西部地区形成了俄罗斯水面战的不利环境。除此之外呢，失去这些海上钻井平台对俄罗斯而言也是失去了一个钱袋子。早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前，黑海大陆架就是乌克兰重要的油气产区，而俄军控制这些平台10年来，黑海大陆架的天然气已经为俄罗斯提供了大量额外的油气收入。但俄罗斯方面呢，到目前为止并未对乌军这次行动做出回应，既没有对这些被丢掉的海上钻井平台发动袭击，也没有派出部队将其重新夺回。不过在大兵看来，俄军无论是为了保住钱袋子，还是出于保护黑海舰队舰艇，尤其是克里米亚大桥等战略设施的目的，还是很有可能出动部队来争夺这些平台的。只不过目前看来呢，俄军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有不少都是动员兵组成，其能否进行这种特种作战还不好说。而至于俄罗斯的那些精锐部队，也随着乌克兰的反攻加剧而频繁地奔波于各大战线之间，最终能否抽调出人手来进攻这些平台，还犹未可知。而从这次乌军收复海上钻井平台的行动，我们也能看出其对夺取黑海控制权的规划。而这一想法呢，早在开战之初就有行动了，它就是俄乌之间的蛇岛争夺战。作为一个总面积只有 0.17 平方公里的小岛，俄乌双方在此地展开了长达127天的争夺战。对俄军而言，控制蛇岛就和克里米亚一起，如同2扇门一样，彻底掌握了乌克兰进出黑海的西北部海上通道，同时还能进一步强化对黑海西南部的控制力。如果俄军在该岛上布置雷达的话，还能够对罗马尼亚沿岸大片范围进行有效监视。而对于乌克兰而言，拥有蛇岛控制权，则可以从敖德萨、尼古拉耶夫等港口进出黑海，获得相当大的自由度，不会被俄军封死。正因蛇岛对于俄乌双方都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而乌军呢，在经过初期的失利后，也并没有放弃这个咽喉要地。虽然在对蛇岛的反击战中经历了几次失败，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但经过乌军持续的摸索和坚持，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呢，也为乌军攻破俄防空系统等防御手段积累了经验。蛇岛的丢失也意味着俄军已经无法进攻敖德萨了，使得乌克兰拥有了相对安全的出海口，不仅使北约武器的输入和乌克兰出口变得更为畅通，也为乌军后续在黑海布局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拿下蛇岛、保住敖德萨之后，乌军下一步的动作就是试着赶走黑海舰队。在击沉了莫斯科号之后，乌军在后来还使用包括原点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再次袭击黑海舰队。在乌军武器的压力下，俄黑海舰队也不得不从原来的克里米亚基地转移至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斯克，以防止被乌军进一步打击。但即便如此，乌军却仍不满足，在今年8月份还出动了自杀式无人艇，对俄军位于新罗西斯克的海军基地展开袭击，并成功打坏了俄军一艘4000吨级的登陆舰，让黑海舰队在新罗西斯克的驻地也不安全了。当然，除了新罗西斯克的驻地外，位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驻地最近也没少遇袭。除了先前乌军派遣特种部队潜入爆破了 S-400之外呢，在9月13号凌晨，乌军又发射了10枚巡航导弹和3艘无人艇袭击了该地。虽然大部分导弹都被拦截了，但是还是有导弹躲开了防空系统的火力，成功袭击了黑海舰队在此地的船坞。剧烈的爆炸和随之而来的大火让船坞内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在这里面还停放着俄军一艘登陆舰和一艘基洛级潜艇。如果俄罗斯人未能成功扑灭大火，他们可能会失去这2艘船。虽然目前乌军还是没有公布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武器，但就乌军目前的军备来看呢，最有可能的导弹是风暴阴影和改进版的海王星。
原来在成功击沉莫斯科号之后，乌军就一直打算制造出一款以海王星导弹为基础的巡航导弹，进行远程对地攻击。此前呢，因为缺少关键元器件，一直无法完善制导系统。到了最近几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却宣布已经能够研发出能够击中700公里外目标的远程导弹了。这款导弹很有可能就是增程版的海王星。据了解，改装后的海王星变种使用与海王星反舰导弹同样的发射器，有效载荷约为350公斤。这是乌克兰目前拥有的射程最远、破坏力最强的国产对地精确制导武器。美媒称，乌军改进后的海王星导弹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摆脱电子战干扰。据了解，乌军为海王星安装了类似风暴阴影的巡航导弹，可以进行 GPS 加末端可视引导。这种制导方式呢，可以将导弹带到目标区域，然后导弹的红外成像导引头会根据预先加载的图像搜索并锁定目标，对目标进行攻击。如果无法锁定目标，导弹则会停止攻击。而且由于这些导引头是被动的，在末端攻击阶段呢是很难被发现，等到俄军发现后也基本晚了。这次成功袭击俄船乌，也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的决心。只不过光是夺下蛇岛、打击黑海舰队，还是无法夺取黑海控制权的，因此也就有了乌军的第3步行动，夺回海上油气平台。前面咱们也有提到啊，乌军针对这些海上钻井平台的活动，早在上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在8月初的时候呢，就有报道称，在黑海西北部水域发生了俄乌之间的交火。在8月30号的时候，俄罗斯还发过捷报，声称己方苏30战机成功摧毁了乌军4艘快艇。据推测，俄军这次出动的战机呢，应该是隶属于部署在克里米亚的第43独立海军突击航空团，该团是距离蛇岛水域附近最近的俄航空兵部队之一了。在打击成功后，俄军为了夸耀战果，还一度声称乌军的快艇载具已经不够用了，失去水上载具的乌军已经无法像上次一样对克里米亚发起潜入袭击了。但事实呢，似乎并非如此。在乌军收复钻井平台后发布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乘坐的载具数量虽然不多，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往往呢是3、4个人乘坐一艘快艇，最多也不会超过8个人。而且乌军在黑海周边的接连袭击，已经让俄罗斯有些应接不暇了。目前虽然在黑海俄军仍然占据着空中优势，但在未来各国战机到货之后，俄军的这一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届时恐怕就是乌军真正夺取黑海控制权的时刻了。说完了乌军在黑海的打算，咱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战线变化。在巴赫穆特前线，乌军在12号发布了进入 K 村的视频，这通常比实际时间延迟3天以上。当初为了攻下这个村庄，数千瓦格纳雇佣兵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现在他们的旗帜正在被取下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昨晚的视频讲话中感谢了在巴赫穆特南翼作战的第95独立旅和第3突击旅的所有士兵，算是官宣了 K 村的胜利。在南线战场，俄军正在炮击维尔博维以西的步兵战壕中的乌军，这从侧面证明了乌军又成功地将阵线前移。至于在新普罗科皮夫卡方向，乌军正在努力扩大在该村以东的控制区，目前并无显著进展。从近段时间的战况，我们也能看出，乌军在这4个月的反攻当中，尽管优势不明显，但整体显然是处于上风的。未来乌军能否继续扩大优势，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